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85花竞争白热化，赵丽颖凭实力突围，古偶还能怎么玩？当红女星古装剧现流水线生产怪圈，赵丽颖却以满脸痘印素颜杀出重围。从风吹半夏的市井企业家到听障母亲的无声演绎，央视认证的自找苦吃精神撕碎了仙侠滤镜。观众要的不是时事轮回的塑料金钗，而是敦煌取景的茶道细节与浸透生活的真实皱纹。五一档荧屏大战在即，数据至上的爆款公式，中不敌诚意打磨的好故事。最近影视圈可是热闹非凡，主流媒体一篇点评文章直接把观众憋了许久的心里话都说了出来。这篇被网友疯狂转发的文章里，那些号称大制作的古装言情剧可真是被说的体无完肤，什么流水线生产、老套公式化的评价，看得观众直呼痛快。要说最精彩的，还是文章里拿几位当红女星的新剧当典型，把观众这2年的怨气都点着了。这些古装剧现在可真是像工厂流水线上下来的，打开哪部剧都能看到似曾相识的套路。就说最近播的火热的几部吧，女主角不是顶着空气刘海就是梳着半披发造型，服装不是素纱轻飘就是刺绣长袍，10部剧里8部都在讲3界恩怨，前世今生。最逗的是有观众发现，某位女演员2年里换了4部剧，结果造型师像复制粘贴似的，连发饰都懒得换，难怪大家看剧总串戏。要说观众现在眼睛可毒着呢。刘诗诗最近那部掌心刚开播，弹幕里就有人调侃，诗诗这一态是跟白天鹅学的吧？杨幂时隔多年在演狐妖，结果被观众吐槽眼窝凹陷显老态，还有人戏称这是中年狐妖在就业。最惨的是唐嫣，好不容易靠繁花攒起来的好口碑，新剧里磨皮滤镜开的连五官都快看不清了，网友辣评，这哪是仙侠剧，分明是爱换脸现场。不过在一片吐槽声里，倒是有个熟悉的身影杀出重围。赵丽颖最近可真是风生水起，新电影预告片刚放出来就收获满屏好评。说起来她也是拍古偶起家的，《陆贞传奇》里那个聪慧坚韧的姑娘，当年谁没追过几集？但人家聪明就聪明在没在舒适圈里打转，这2年硬是把自己从古装美人转型成了现实题材专业户。记得她拍《风吹半夏》那会儿，顶着满脸痘印出镜，把90年代女企业家的那股子韧劲演得活灵活现。最近跟张艺谋合作的电影更绝，演个听障妈妈，光看花絮里她跟聋哑人学手语的认真劲儿，就知道这角色差不了。央视还专门夸过她这种自找苦吃的劲头，说这才是演员该有的态度。其实观众真不是不爱看古装剧，关键是得拿出诚意来。前2年梦话录能火，不就是把宋朝的茶道文化拍得细致入微？长安12时辰里那些还原度超高的唐风建筑，现在还被历史爱好者当教材看。反观现在某些剧组，号称投资几个亿，结果服装是某宝批发的，道具是塑料喷金的，也难怪观众要转去看短剧了。人家短剧虽然制作糙，但胜在剧情不注水啊。要说演员转型这事，还真的有点破釜沉舟的勇气。赵丽颖能成功，关键就是敢对自己下狠手。拍农村题材就把皮肤晒黑2个色号，演市井小人物就素颜出镜，这种豁得出去的劲儿，可比在仙侠剧里吊威亚难多了。现在她手里握着2座视后奖杯，新电影又入围了国际电影节，这成绩单可比拍10部古偶都有说服力。春季图文激励计划眼看着五一档又要来一波新剧大战，观众们倒是挺期待这次能不能有点新鲜货。据说有剧组专门请了民俗专家做顾问，还有的跑去敦煌实地取景，这些消息听着就让人心动。说到底，观众要的从来不是什么流量明星大集合，而是能让人沉浸其中的好故事。就像央媒说的，与其费尽心思搞什么爆款公式，不如老老实实把每个细节打磨到位。毕竟观众的眼睛
可比任何数据都真实。近年来，因为年代更替以及市场值的变化，85花演员间的差距越来越显而易见。但在这场激烈的演艺竞争中，谁能真正出汁深水，成为长眠不衰的超级女主？这个问题，在一批女星成功进走大铺市，而另一批则被时代洗骗，融入了新一代演员并废漏之后，意义显得更加危险。这其中，辛苦坚持，并用自己的习习能力和积累战胜进化的演员少之又少，而这中的例子中，最绝对是中国影视圈最有论题度之一的女星赵丽颂。自出道以来，赵丽颂一直被视为是水源了运动员出身的小青演员。出道初期，她的演技不被看好，演的视频也并不被人所了解。然而，在许多无人问焖的小视频和配角自我水熟之后，她一定突破模板，开始出现于大局。花千马的女主角制造了一场文艺地震，这是她首次赢得大药体大众的认可。而此后，她在婚姻生活中迎来了一段阴暗期。然而，她没有放弃她的演员梦，继续出现在各大影视作品中。尽管演技进步突破性少，但她所选择的视觉效果和情绪透入力已经取得了丰硕结果。而这年来，她在多个领域里多次出现与同期演员相比的地方大竞争中，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记。这其中突出的就是她在古装剧中的场所。赵丽颂在古装剧里已经算是老岗了，但是古装剧无法去超越传统的模式，加上目前市场对二次元模式的重触拍摄，一直使得古装剧的标准化演技与动作形式变得逊色不去，给人一种伤不起的感觉。赵丽颂在这个场景下选择的王一博芯片狂揽7亿，神级演技还是眼神失焦？当算法高效复制演员形象，创作初心与观众情感连结面临严峻考验。陈道明指出，技术应服务于艺术，而非消解人性温度。坍缩首日7亿票房背后，爱换脸争议揭开影视工业化与人文价值的碰撞。32%观众抵制技术欺诈，影协呼吁规范数字演员。3起警示事件印证科技赋能与艺术本质的平衡将成为行业变革核心命题。3月29日上映的科幻电影《坍缩》首日票房破7亿，但被观众发现多个镜头存在爱换脸痕迹，引发全网热议。片方次日承认因主演档期冲突，使用AI技术修复了约10%的镜头。此举在影视行业内外掀起演员是否会被算法取代的激烈讨论。观众指出，王一博饰演的陆晨在部分特写镜头中出现眼神失焦、面部肌肉僵硬等异常。片尾字幕特别出演，深度合成模型 3.0 被解读为变相承认AI参与创作。技术专家分析称，这些镜头采用了动态捕捉加AI纹理生成技术，但在表情过渡和光影衔接上仍存在瑕疵。中国电影家协会发表声明，强调AI应作为辅助工具而非创作主体，呼吁建立演员数字形象使用规范。32%的购票用户表示，若提前知晓AI换脸将放弃观影，要求片方在宣传中明确标注技术使用情况。某导演透露，剧组正在测试数字演员库，可根据剧本自动生成角色形象，引发流水线造星担忧。首映礼现场临时取消王一博连线环节，改为播放提前录制的 VCR， 被质疑逃避技术问责。出品方画策影视开盘跌 3.2%， 投资者担忧技术争议影响 IP 价值。网友翻出2023年爱换脸伪造王一博陪酒视频旧案，对比此次事件，感叹黑产技术洗白上岸。2020年我的奇怪朋友因资金断裂导致爱换脸结局。2023年庆余年3肖战角色遭爱复刻引发骂战。此次坍缩争议被视为数字演员滥用的第3次警示。这场风波本质是影视工业化与人文价值的碰撞。当算法能高效复制演员形象，创作初心与观众情感连结将面临严峻考验。正如陈道明在影协会议上所说，技术应服务于艺术，而非消解人性温度。
未来如何平衡科技赋能与艺术本质，或将成为影视行业变革的关键命题。王一博新片上映以来，以精彩的戏情和主题吸引了大量观众进场，电影票房高达7亿，在季度展现出了强势的商业反响和较可认可的口碑效应。这样的成绩对于他的出品方和主创团队无疑是一次大胜利，也让王一博的电影路线再次被热讨。然而，在大家热讨该片的成功时，也有一些评论将焦点放在王一博的表演上，其中最得人注目的是眼神失焦问题。一部分观众议论，在一些重要情绪场景中，王一博的表情显得没有鼓励人心的神态力，眼神清淡，使观众不易出戏。而另一部分评论则指出，王一博次次挑战新角色，此次的表演是在笑剑和大场面突出的情绪狂潮中尝试模糊化的表现，因此一些当代影视评价要进一步分析。在电影业内，眼神失焦并不完全是负面评价，部分岗位和戏本特性可能需要突出角色内心混乱或实际心态状态。王一博是否尝试了新的表演方式，还是存在经验漏洞，还必须继续观察观众的反应以及评论界的进一步分析。总体来看，王一博新片的成绩可谓成功，至少在商业上进步了一大步，评价层面则仍存在一定的争议。日后，观众可以继续关注该片的继续反响，同时也期待王一博在以后的作品中进一步打碾自己的表演风格和艺术力量。无论是试验新演绎风格，还是继续扩大表演的深度，对于一位小生以来尽力考验自己演技的小生来说，王一博这种统一并展现着新龄代电影作品对演员的验证，也是一种倾覆。总而言之，一部电影的成功不能只看商业数据，更重要的是观众与局外评论的反馈。无论是赞评还是评论，这都是为了使电影业和演员中的艺术挑战发挥更大作用。期待王一博能在未来的作品中提升表演的多样性，给大家带来更多惊喜。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